女人每次参加鬼子的宴会时，都会故意趁上厕所的空隙偷偷溜进鬼子房间。而当她将鬼子手里的重要资料全都拍下来时，她的内心忍不住兴奋起来，因为这份资料能够换取的金条足以改变她人生。可当她意外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张鬼子砍杀中国人的照片时，兴奋瞬间变成了恐惧。她这才意识到，那个看似温文儒雅的日本商人，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鬼子特务。巨大的冲击让他大脑一片空白。他虽然贪财，但更惜命。可就在他慌乱的准备撤离时，房门却突然被人推开。池田君，你的古董收藏真的是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怎么，是不是等我等着急了？蓝心杰强压下内心的惊涛骇浪，试图用自己的魅力与风情来蒙混过关，但他面对的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池田的眼神里没有半分情欲，只有阴损般的审视。他一把夺过手包，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这包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吧？我想不只是女人用的东西吧。这个微型照相机也是你们女人常用的东西吗？看着鬼子手里的微型相机，蓝心杰心如死灰。而此刻的池田可不会怜香惜玉，直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双眼迸发出骇人的杀意，想要逼问其幕后主使。而就在蓝心杰快要窒息时，一道声音突然从池田的身后传来，来人正是与鬼子有生意往来的左秋明。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不太礼貌吧？左先生，这是我跟蓝小姐的事，请你出去。这也是我的事儿，因为她是我的人。此话一出，不只是凶相毕露的池田愣住了，就连濒临绝望的蓝心杰也错愕地睁大了眼睛，因为蓝心杰根本就不认识他。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面对左秋明的直言不讳，池田刚刚想要杀人的气焰瞬间熄灭。这一刻是顶级心理战的开端。池田的退缩并非因为左秋明气场有多强，而是源于未知带来的恐惧。作为一个潜伏特务，他最怕的不是暴露给敌人，而是暴露给身份不明的第三方。左秋明这句他是我的人，瞬间将事件性质从抓间谍变成了势力冲突。池田不得不停下来思考，这个人是谁？他背后站着谁？我惹得起吗？果然，左秋明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直接抛出了自己的第一张护身符。高桥先生没有跟你说过吗？我是南青低调俱乐部周部长。这个名号一出，池田的脸色彻底变了。低调俱乐部和周部长这两个名号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低调俱乐部是真实存在的汉奸组织，而周部长更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这个俱乐部的不少成员暗中与日本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当左秋明搬出这个名号时，池田内心必然会闪过一丝紧张。他不敢轻易得罪一个潜在的来自合作方内部的重要人物。池田犹豫了，他想通过左秋明搭上周部长这条线，达成更深度的合作，不敢轻易撕破脸。左秋明精准地抓住了他这一心理，寸步不让。他语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接让池田放人。而一番权衡过后，池田选择了妥协，被迫放人。但事情还没完，真正的交锋才刚刚开始。左秋明主动留下，在面对更高层级的特务高桥时，他只用了一个故事，就彻底打消了两人对他的怀疑。燃铁上海事务所的服部你们来知道，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们的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周部长也很需要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陆军部。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这番话术堪称神来之笔。左秋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凭空捏造，而是利用了敌人内部真实存在的矛盾。首先，满铁表面是企业，实则是日本一个庞大的与军方平级的间谍机构。在日本的侵华体系中，陆军、海军、外务省以及满铁等部门都在相互竞争，内斗不止。左秋明故意提及自己被满铁的人骗过，不仅完美解释了自己侦查池田的动机，更是精准地踩在了日本陆军派系对其他派系的鄙夷和不信任之上。其次，他强调只跟日本陆军合作，直接将自己从一个被审问的嫌疑人变成了一个手握选择权的甲方爸爸，将皮球狠狠踢给了对方。潜台词就是：你们得向我证明，你们就是那条最粗的大腿，否则这笔大生意就没得谈。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受过欺骗，所以对我们的身份才产生了质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带你到我的家里去看一看我跟
是内授一路军大臣的何影。果然，高桥被彻底镇住。他不仅打消了疑虑，为了留住左秋明这条大鱼，甚至被迫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来证明实力。而此刻死里逃生的蓝心杰也与接应他的林南生碰面。你要东西都在这儿了，相机被他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还了备用胶卷。里面到底发生？给的钱确实多啊，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蓝心杰惊魂未定，他不知道这群人背后是怎样的暗流涌动，只知道自己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而对于左秋明的出现，林南生并不意外，因为这都是他安排的。原来两人是在特训班就认识的老同学，虽然毕业后分道扬镳，但那份情谊还在。就在林南生跟踪池田时，他意外的在舞厅门口看到了左秋明正与日本人谈笑风生。林南生瞬间意识到这个老同学可能是他这盘死棋中唯一的火眼，于是他找到左秋明。他没有询问左秋明眼下的身份，因为即便真的有身份，左秋明也不会说。而简单的寒暄过后，他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在宴会上，如果蓝心杰有危险，请务必出手相救。正是这份来自昔日同窗的信任，才有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结尾。而林南生拿到了胶卷后，连夜将照片洗出，凭借着照片里的关键证据，上海站终于确认了池田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商人，而是打着收购水产的幌子，在暗中进行海岸测绘，这是为日军下一步登陆作战做准备。很快，军统设计了一系列陷阱，让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死于了一场精心布置的意外。而林南生也因为这次出色的表现，被站长特批留下，并且官升一级，成了行动队长。然而个人的胜利终究无法阻挡时代的洪流，上海终究还是沦陷了，而军统也转为了地下工作。鬼子每天出动无线电探测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疯狂搜寻，就是要找出潜伏的军统和地下党。这可把站长王世安愁得要死，一方面担心鬼子找到自己，一方面又怕自己无作为遭到上峰责罚。为此，王世安特地找来顾慎言，说出了自己的计划，瞬间让顾慎言心头一喜。站长，你是要准备投共吗？我是要跟他们合作哦，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还在斟酌。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可操作吗？我没说具体的，就是说想见个面。王世安表示，地下工作我党比较有经验，希望能够合作，同仇敌忾。顾慎言内心是举双手赞同，但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地分析局势。最终在两人合计下，决定将两党见面的任务交给林南生。可当林南生来到接头地点时，却当场傻眼了。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消失了整整3年的朱怡珍，但眼前的朱怡珍却让他感到无比陌生。他的脸上没有任何重逢的喜悦，只有冰冷和警惕。因为这3年，他接受了最严酷的特训，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单纯天真的女孩了。面对林南生提出的情报共享，他当场就给出了拒绝。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你想说的是不是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了？我可以带回去。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今天的会面到此结束。与此同时，前站长陈默群收到了调令，即将返回上海，继续领导军统战。这个消息对于刚刚站稳脚跟的王世安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绝不甘心将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悄然成型。那么接下来的局势会发生什么改变？我们下集接着讲。